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于6月2号至4号在新加坡举行。根据国防部早前发布的消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31号启程前往新加坡出席对话会。国际舆论目前高度关注对话会期间中美互动的可能性。在美方率先炒作中方拒绝两国防长会晤提议后，中国国防部31号回应表示，对话不能没有原则，沟通不能没有底线。当前两军交流面临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方。据新加坡媒体报道，目前香格里拉对话会会场附近已经采取了严密的安保措施。新加坡警方30号发文劝请驾车者避开会场周边道路。会议期间，会场周边的道路将禁止车辆通行。新加坡民航局也将会议期间的多个时间段把香格里拉大酒店周边的上空列为临时禁飞区。新加坡警方吁请公众严格遵守在各安全检查站点警务人员的指示，如有违例行为，新当局将依法严办。据中国国防部网站此前发布的消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5月31号至6月4号应邀出席相会并访问新加坡，这是李尚福首次以防长身份出席该会议。访新期间，李尚福也将与新加坡政府和国防部门领导举行会见会谈。中国防长参加相会的消息一经公布，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中美互动的可能性。但美方29号通过《华尔街日报》对外放风称，中方正式拒绝了美方提出的两国防长在相会上会面的请求。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中方的拒绝被视作一种不同寻常的直率信息，因为在过去这样的会晤通常是在最后一刻才敲定的。此外，美方还称，中方近年来多次拒绝美方关于两军各层级交流的请求。对于美方的无端炒作，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31号回应表示，中方重视发展中美两军关系和开展各层级沟通，事实上两军接触交流并未中断。谭克飞强调，对话不能没有原则，沟通不能没有底线。当前两军交流面临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方。美方一方面口口声声要加强沟通，另一方面又不顾中方关切，人为制造障碍，严重破坏两军互信，这不是致力于沟通的应有态度。当前美方要以实际行动展现诚意，纠正错误，为双方沟通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和应有氛围。尤其是在对华关系上要改弦更张，千万不要再释放错误的信号，更不要在事关中国重大利益关切的问题上去挑衅中国。只有做到这几点，建立了军事互信，中美两国两军之间才能够通过平等的交流对话来达成某种共识。但现在都不具备。中美军事对话机制进入僵局。尽管美方曾在多个场合提出寻求恢复中美两军对话，但在行动上明显诚意不足。2018年，特朗普政府将时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纳入制裁名单。美国总统拜登本月21号在出席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后透露，就解除美方对李尚福的制裁正在磋商中。但此后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被问及此事时，又明确表示：“不，我们没有。”米勒还说，拜登明确表示，我们不打算解除对他或更广泛的对中国采取的任何制裁。港媒香港01的文章就提出疑问：美国政府内部到底是谁认为可以谈判，谁认为不能取消制裁？是对华强硬派占据了上风吗？文章说，拜登政府在解除制裁上犹犹豫豫、摇摆不定，不希望因此被批评为对华软弱，再一次说明了美国外交正在被国内政治深刻绑架，对华政策在两党斗争加剧的情况下只会更加强硬。And even though the US side has expressed that the sanction doesn't prevent the two from meeting, here in China, people are saying that, look, if the tables are turned, if China had imposed sanctions on that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do you think Lloyd Austin would extend the courtesy of meeting with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in Singapore? So even though there has been this resumption of high-level talks when it comes to commerce and trade, there appears to be a limit to that thaw in relations that President Biden was pointing to, and security appears to be this irreconcilable issu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对于中美防长如果不能在新加坡进行会晤，美方还提出了2个所谓的担忧，一个是中美两军之间有可能会产生误判，还有就是亚太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就会为此而担忧。分析认为，第一个担忧完全没有道理。中美两军高层在过去一直都有互动，但是美方一直对中国进行直接的威胁，意图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所以，两国国防部长即使会晤，也不可能让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挑衅，停止介入亚太事务。
而第二个担忧显然也是多余，美国不介入亚太事务，这些国家何来担忧？另一方面，根据目前公布的会议日程，中美防长都将在会议期间发表主旨演讲，其中李尚福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新安全倡议。新安全倡议的概念首次被提及是在2022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走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今年2月，外交部长秦刚出席活动时宣布，中方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对倡议内容做了进一步的详尽说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崔磊告诉深圳卫视记者，李尚福此次以中国的新安全倡议为题发表演讲，将在原先概念和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中国的国防战略。比如说安全领域，它也是有很多其他的国内安全、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等等，它是主要对这个国防战略、中国国防战略做进一步的阐述。与此同时，商会官方也提前公布了美国防长奥斯汀的演讲主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多次作为代表团成员出席商会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小卓日前撰文称，奥斯汀演讲的内容单看题目也能猜个8、9不离十，那就是如何强化美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赵小卓指出，2012年帕内塔在商会上首次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2018年马蒂斯在商会上首次公开系统阐述印太战略，其他年份美国防长的演讲都是在这2个战略下围绕如何拓展深化展开的。虽然每年的情况不一样，但基本套路是一样的，可概括为3部曲。第一，把矛头指向部分国家，渲染安全威胁，甚至威胁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为后面的展开做铺垫。第二，以美国为圆心，以与美国的远近亲疏为半径画圆，把地区国家分为3、6、9等，盟国是内圈，伙伴国是中圈，其他国家是外圈，重在拉拢盟友。第三，强调美国的军事举措，包括加强军事部署、投入军事资源、强化与盟友的联合演训等，确保盟友对美军的信心。说到底，美国维护的是其自身霸权利益，绝不是亚太国家普遍受益的和平与发展。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在赴新加坡参会前，奥斯汀还专门飞了一趟日本，与日本防相滨田敬一会谈。据日媒报道，双方谈论的内容就包括重申双方在地区问题的立场，其中特别提到了台海局势。美国的防长奥斯汀在去香格里拉会谈之前，先跑到日本，和日本的防卫相先聊一聊，聊的目的是什么？要建立统一战线，在香格里拉会谈上要共同对抗中国。甚至还要拉拢像菲律宾了、澳大利亚的这些国家，来共同在所谓香格里拉对话上来针对中国，不断的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你觉得这些东西是一种大家见面之前和谐的迹象吗？完全不是。既然不是的话，双方之间谈什么？分析认为，观察中美在亚太安全中的作为，人们看得很清楚：美国是对抗的力量，中国是和平的力量；美国是分裂的力量，中国是合作的力量。当前亚太安全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维护各国普遍受益的地区和平，保持繁荣发展势头，还是鼓动对立对抗，重蹈冷战和热战的覆辙？相信地区国家会给出自己的判断，做出正确的选择。美国又拿南海问题炒作。美军印太司令部在30号发布的一则声明中，指责一架解放军战机日前在南海所谓国际空域以不专业的方式拦截美侦察机。美媒立即跟风配合，在报道中煽风点火，宣称中国军机进行危险空中拦截的次数在惊人的增加。实际上，美媒与美军方已不止一次联手，在南海问题上碰瓷炒作。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南东陆军大校表示，美方行径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相关报道完全是恶人先告状。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媒体30号援引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声明宣称，一架解放军歼16战机本月26号在南海所谓国际空域对美军 RC-135侦察机进行所谓不专业的拦截。声明还声称，解放军战机进行了不必要的咄咄逼人的机动动作。美方还在推特发布视频，以此佐证中国军机的所谓不专业的拦截。
据 CNN 描述，解放军该歼16战机当时直接从美国 RC-135侦察机机头前方切入，迫使美军机穿过拦截飞机的稳流飞行。这一描述恰恰配合了美军方发布的视频画面，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 RC-135V 出现颠簸。歼16战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它既可完成制空作战任务，也能实施对地对海打击，是中国空军攻防兼备转型重要装备之一。RC-135侦察机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空军装备的战略侦察机，擅长在目标国沿海地区实施侦察行动，被美国空军视为与新一代军事侦察卫星和远程无人驾驶飞机同为21世纪最重要的侦察工具。外界注意到，这已经不是美媒与美军方第一次联手在南海问题上碰瓷炒作。今年2月 ，CNN 报道称，其采访团队登上美军 P-8A 反潜巡逻机，报道美军在南海上空执行任务的实况。报道还煞有介事地将时间线向前推进，声称一架载4枚空对空导弹的解放军歼11战机，当月24号曾出现在美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后方，并从上方经过，距美国飞机机翼几百英尺，显得咄咄逼人。当时就有专家批驳，美媒就是要以这种嵌入式选择性报道，展现出所谓中国军机的危险拦截。此番，美军印太司令部就借此次中美军机南海遭遇一事渲染称，美方看到中国军机进行危险空中拦截的次数在惊人的增加，鼓吹中国军机变得更具所谓攻击性。针对美方行径，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南东陆军大校表示，5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7舰编队为南海进行例行性训练期间，美军一架 RC-135侦察机蓄意闯入我训练区域实施侦察干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空中兵力全程跟踪监视，处置依法依规，操作专业规范。美方行径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相关报道罔顾事实，完全是恶人先告状，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妄图混淆国际视听。我们严正敦促美方切实约束海空一线兵力行动，严格遵守有关国际法和相关协议协定，防止出现海空意外事件，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均由美方承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深圳卫视注意到，诸如不专业、危险拦截、攻击性、咄咄逼人等等，是美媒配合美军方报道解放军军机相关行动的惯用说辞。观察指，美方侦察机往往打着所谓在国际空域飞行的旗号，故意模糊在南海上空的具体位置。事实上，其飞行空域通常距离中国岛礁甚至大陆已经非常接近。一般来说，中方飞行员都会按照相关规则，在通过无线电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才对意图不明的他国军机进行外逼驱离。而从此次事件视频画面来看，我军军机仅仅是拦截了美军侦察机的前行通道，已经属于非常理性的阻止动作。中方反应有理、有据、有节。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杰对深圳卫视表示，面对美军舰机时常在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意图惹是生事，中方按照惯常操作，跟踪、监视、警告、驱离，做出的都是最必要的、最规范的反应，却屡屡被反诬咄咄逼人。美方根本就是恶人先告状。可以肯定，就是让他还是对整体上要对现在要塑造中国的一种咄咄逼人的这种一个形象，整体就要把中国塑造为一个地区安全的一个威胁者和制造者。值得注意的是，美方恶人先告状，贼喊捉贼。正因其在包括南海地区在内的对华抵近侦察次数始终没有减少。有智库平台统计，单是今年4月，美军累计出动58架次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进行抵近侦察，平均一天接近2次。然而，侦察架次是根据 ADS-B 信号进行统计。由于部分美军机在执行侦察任务时采用虚假识别码或不开启信号，因此实际数目更多。美军机在南海对中国岛礁以及在海上依照国际法进行正常训练的舰艇进行抵近侦察，甚至超低空穿越舰艇上空，在附近投放声呐浮标，无疑加剧了中美对抗和发生摩擦的风险。这才是真正的咄咄逼人。中国军方的拦截行动正是要告诫美方，美国侦察机不应也不能在南海如此任性。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1号在回答相关提问时指出，美方长期频繁派舰机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严重危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这种挑衅性的危险行动是引发海上安全问题的根源。美方应当立即停止此类危险的挑衅行动，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资深媒体人胡锡进31号发文指出，美军是当今世界最霸道的军队，其飞机和军舰对中国领土、领海和领空的抵近行动，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解放军必须予以抵制。要想化解这一紧张局面，必须是美军后退，因为他们的背后不是美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而是美国对崛起中国宣示并炫耀霸权的野心和贪欲。香格里拉对话会即将在新加坡举行，有分析认为，美军刻意选择发布的时间点是其惯用套路，其实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预设议题，为美防长大会发言喂料，作为指责中国的例证。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6月初，加拿大国防部发布官方声明称，加皇家空军海上反潜巡逻机与解放军军机发生了多次互动，并无端指责中方军机没有遵守国际航空安全规范。几天之后，美防长奥斯汀就在相会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提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飞机和船只之间相遇方式不安全且不专业，次数的增加令人震惊。很明显，奥斯汀就是要将美军或盟友的爆料作为所谓中国对地区威胁的例证。张杰对深圳卫视表示，外界已经从此次美方的最新爆料中感受到了美方对解放军代表团的火药味。此次相会上，中美交锋或将更加激烈。相会它主要谈的就是安全问题，然后我对相会多年的一个观察，始终如一的热点呢就是南海问题，但往往我们看到它南海并不是谈南海谈南海，在这个相会前期的炒作，我们可以预想相会上也会热闹非凡，但是我们这个热闹非凡要打一个引号，就是说可能很大程度上美西方包括希望能够动员东南亚的国家共同把中国这个问题做成一个大的所谓的这种威胁，来塑造他们在这个本地区所谓的一些这种国际规则啊，或者是军事活动的一种合法性吧。外界关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29号在一份声明中称，将于6月1号至7号与美国、日本在巴丹省马里维莱斯港口附近海域举行演习。这是美日菲首次联合演习，三国共有400人参加，内容包括海上执法训练和机动演习，旨在加强互操作性。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阿曼德·巴里洛透露，此次联合演习是美日倡议发起，演习不仅有反海盗的内容，还可能包括对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船只的拦截演习。巴里洛还特别强调，此次美日菲联合演习与中国无关。不过，有分析认为，这次美日菲联合演习意味着美国要把双边军事机制打造成多边军事机制，进一步扩展美菲之间的军事同盟，将日本纳入进来。在中美竞争升温之际，美日菲这次演习是美国与其亚洲盟友合作的最新展示。这场演习是在美国的要求之下，在敏感海域举行的联合演习，看似是反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行动，实际上重点还在传统安全领域及应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今年的美菲首脑会议当中，不仅谈到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会适用于南海和这争议岛礁，也谈到了美国和菲律宾希望加强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是以美国为核心和不同同盟国的合作，那现在他要加强的是，我同盟国和同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这属于美国整个同盟体系又一次的这种升级换代，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威慑能力加强。干什么？它还是要削弱我们整个近海的一个我们自己在军事方面一些优势，然后对中国形成一系列这种威慑。值得注意的是，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沟通协作被认为是此次中方参与相会的重点之一，而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也在升温。国防部官网31号发布消息称，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湛江舰、许昌舰将赴印度尼西亚参加6月上旬举行的科莫多2023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深圳卫视还注意到，随着新冠疫情的结束，今年中国和东盟国家军事交流活动开始恢复。解放军南部战区微信公众号27号发布消息称，5月22号至26号，中国与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越南6方军事工作组在广州举行了和平友谊2023多国联演首轮磋商。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区域对话和合作机制，不断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中国军队愿积极参加东盟主导的各领域务实合作，同东盟国家军队进一步深化战略互信，完善交流合作机制，推动中国东盟防务合作走深走实，携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先生你好。
相会将近，美国刻意炒作中国拒绝防长会见请求，那您觉得中美防长难会面的障碍何在呢？实际上，这是一种刻意的、全无善意的炒作。这几年，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实际情况是，美国不断对中国，特别是军方泼脏水、骂狠话、设圈套。这次相会，美国又端着脏水、带着狠话、揣着圈套而来，还想逼中国在受到羞辱时不反抗而就范。所谓泼脏水，就是指美国通过制裁等一系列无理的羞辱方式，对中国军方高级领导人泼脏水。所谓骂狠话，就是美国不断的炫耀武力。就在上周5月23号，美国的印太驻军司令还在说，如果台海出现事端，美军将介入。所谓设圈套，就是美国故意设计了一个羞辱中国军方领导人、对中国施加高压的情况下，还想让中国不得不就范而和美国会谈的圈套，这样就使得美国在世界特别是盟友中贬低中国，营造美国霸权仍然是天下老大的印象，合理化自己这种错误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中方要求美方纠正错误做法，为会谈创造正常的氛围，是完全正当合理的。中方一直认为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军方也同样如此。中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改善中美关系的机会，但是我们也不会接受这种刻意羞辱，同时又刻意炒作，为自己的蛮横霸权服务的做法。美国这种完全没有相互尊重可言的恶劣做法，在中美军方互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次美方不断地强调是5月初提出中美防长会面请求的，但就是在同时，美国军工产业25个承包商组团到台湾，讨论联合生产无人机和弹药等，这难道是真的有诚意要和中国军方进行会谈吗？而且，有关对李尚福部长的所谓制裁问题，我必须指出，这不是李尚福部长个人的问题，而是对中国军队的羞辱，是对中国国家和14亿中国人民的羞辱。这种本来就非常野蛮无理的单项制裁，早就应该被撤销。而且在今年3月份，李尚福先生就任国防部长以后，美方甚至拜登本人都表示过应该撤销制裁的态度，但始终未果。这就形成了一个滑稽的反差：一边是美方求着要和中国见面，一边又不断地向中国脸上泼脏水，还带着新的脏水而来。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任何人也很难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刻意炒作是中国拒绝会面，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倒打一耙。中国政府面对美国的这种霸道行径，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冷静客观、留有余地的态度。中方并没有主动披露上述的内容，而是以回应美方炒作的方式说明双方难以会见的原因，美方是清楚的，美方应该纠正错误，并没有随美国起舞。中方仍然保留着等待美方改正错误、回归中美正常交往轨道的机会，是看美方如何行事。面对美国无理而霸道蛮横的态度，中方应如何构建中美相处之道呢？在面对美国这种态度的时候，有的朋友认为和美国没有道理好讲，甚至对于构建中美相处之道也丧失信心。其实呢，这种无理与霸道是美国的老毛病。我们在坚持中美合作大局的同时，一直在对美国的这些负面言行进行斗争，并引导美国回归正轨。这也是中美相处之道的题中之意。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次对应中也体现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一贯方针。所谓有理，就是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3大原则，有理走遍天下。而中美相处的第一条就是相互尊重，这是最基本的人间公理。所谓有利，就是中国不仅要有军事、经济等强实力，而且更要有思想、政策上的软实力。不仅政策内容要有力，而且政策的说明、政策的执行也要有力。特别是最近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有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冲击的准备，要有战胜困难和各种负面冲击的能力。我们和美国相处，强化综合实力是必不可少。所谓有节，就是要在坚持原则并有力度的执行原则的同时，还要具有灵活的弹性和准确的节奏感。例如，虽然中美军方之间由于制裁等而暂时搁置接触，但也给美方改正错误保留了空间，并且在其他比如商贸、财经等领域，中美重启了高层接触，展现了中美关系斗而不破的韧性和中方分类有效管理分歧的智慧和分寸。不仅为中美关系的不断改善
保留了余地和机会，也为稳定世界格局传递了正面的信号。好的，谢谢耿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访问中国第2天，分别造访商务部、工信部等多部委，这是马斯克3年来首次访问中国。在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面时，马斯克赞同美中关系不是零和博弈，赞扬中国发展的活力和潜力，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愿继续深化互利合作。据商务部新闻办公室消息，3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双方就中美经贸合作、特斯拉在华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王文涛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会晤时曾表示，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双方应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指引下，加强经贸对话与合作。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需要科技领域的开放合作。王文涛表示，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将为包括特斯拉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方将继续高效务实做好服务保障，支持外资企业在华长期稳定发展。马斯克赞同美中关系不是零和博弈，感谢中方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特斯拉上海工厂提供的支持和保障，赞扬中国发展的活力和潜力，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愿继续深化互利合作。同一天，据工信部网站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在京会见了马斯克，双方就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等交换意见。伴随中国成为全球第1大新能源车市场，特斯拉的第2大市场，马斯克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本次来华前，特斯拉宣布，美国本土化第1座储能超级工厂即将落地上海临港。4月9号，项目签约仪式在上海举行。观察指，当地时间5月27号，拜登政府宣称，印太经济框架14个成员国基本完成了提高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协议谈判，将加强芯片、关键矿物等基本材料的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马斯克此刻访华，无疑坚定了投资中国产业链的信心。马斯克还有诸多业务，如星链等没有进入中国，都需要他来破冰推广。这或许是马斯克此行与政协互动频繁的原因所在。这些企业他还是比较明智的，是吗？他不想与中国脱钩，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与中国合作，它是一个这个互利共赢的关系，能够给这些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特斯拉并不是说一般的这些企业，它是大型的跨国公司，而且呢，最近这些年，特斯拉呢是在美国制造业中属于是一种头部企业，是吧？那么特斯拉这个对于中国中国市场特别看重，是吧？这个积极融入中国的这个产业链，与中国的产业链进行对接，那实际上就是对美国的一些人，那么那与中国脱钩论，针对脱钩论说不，那他实际行动说不。马斯克此访引起中国网友的高度关注。30号下午，马斯克私人飞机降落北京，一度登上微博热搜。而马斯克到北京第1天吃了啥，也一度登上百度热搜第1位。网友还热议，3年前马斯克来中国时，就特别爱吃城隍庙的小笼包。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马斯克正在对华投资经营中发力。据路透社报道，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星巴克全球首席执行官拉克斯曼·纳拉西姆汗本周也在中国。AI 芯片巨头英伟达中国区代理商也透露，英伟达 CEO 黄仁勋未来1周将到访中国大陆，并和一些厂商展开交流。另一方面，美方却干着相反的事。今年3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针对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举行持续长达5个多小时的听证会。当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问：哪个国家对外企更开放？他贴出了2张图片进行对比，一张是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听证会上面对长枪短炮，另一张则是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现身北京三里屯苹果零售店受到欢迎。30号，华春莹在推特贴出秦刚会见马斯克的图片并配文，秦刚表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有美国网友评论称，我希望现任美国政府相信这一点，他们似乎想要破坏关系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实际上美国政府是打着为美国这个企业，这个代言的这个旗号，实际上他是为自己代言，是吧？那么实际上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满足这些美国的一些政客的诉求。
美国的这些政策动不动就打中国牌，是吗？这个污名化中国，它也是迎合了这些政客的这种诉求，那么，但是呢，美国的这些企业看得十分清楚，它这个与中国的合作能够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路透社报道称，5月30号，数十名北约士兵控制了科索沃北部的兹维前市的一座市政大楼。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当天在挪威宣布，将向科索沃增派700名军人，并将安排一个预备役营高度待命。在国防部长武切维奇29号称，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将持续至6月2号，塞军将沿着与科索沃的行政区界限进行全面部署。因为现在其实无论是这个在塞尔维亚方面，还是在这个科索沃和这个背后的这个北约的这个驻科索沃部队的方面，其实双方也是在尽量保持这个克制。因为从塞尔维亚方面来看，他虽然说他要现在用一种强硬的姿态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呢，他也如果说一旦真正擦枪走火，一旦真正爆发战争的话，也将使得这个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这个既定的方针，完全破灭。科索沃是原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自治省。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由联合国托管。2008年，在美国和西方盟友的怂恿下，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但塞尔维亚始终坚持其对科索沃的主权。科索沃也没有获得世界多数国家的承认。公众号长安街知识的文章表示，去年年底，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当局因为一张汽车牌照差点引发一场战争，双方好不容易达成协议，争端暂息了还不到半年，地区局势就再度升级，冲突的焦点从不想要的车牌变成了不想要的市长。在科索沃北部占多数人的塞族人从未接受过2008年从塞尔维亚独立的宣言。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起义反对塞尔维亚人的压迫统治20多年后，他们仍然将贝尔格莱德视为他们的首都。29号，德约科维奇在法国网球公开赛首轮战胜对手后，在现场摄像机的镜头上用塞尔维亚文写下一句话：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心脏，停止暴力。今年3月，在经由欧盟主导的马拉松式谈判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领导人未能就其复杂关系正常化签署协议。一度支持科索沃的美、英、法、德、意5国4月发表联合声明，罕见地谴责科索沃当局强行进入塞族聚居区市政大楼的决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在一份单独声明中谴责科索沃违背美欧的建议。另据法新社报道，美国5月30号表示，暂时停止让科索沃参加4月到6月举行的军演。报道认为，这是对科索沃决定任命阿尔巴尼亚族市政长官的首个制裁。分析指，虽然整体上西方国家一直倾向保护当地阿族人，但这次选举的投票率不到3.5%，所以对于当选的阿族官员所声称的要代表选民履行责任，西方也不能理直气壮地支持。紧张局势下，西方政府也只能呼吁双方保持冷静、谨慎从事。其次，西方目前主要精力放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科索沃此时爆发动荡，将会影响到西方，特别是欧盟和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动。如果说这个科索沃这个火药桶再次被引燃的话，它势必将分散现在美西方在这个乌克兰危机中的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可能使得这个整个的欧洲局势进一步的恶化，陷入一种更加的动荡，从而这个使得美国现在借乌克兰危机遏制俄罗斯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战略预期完全破产。虽然说美国一直希望用各种方式去搞垮这个塞尔维亚政府，搞垮这个577，但是呢，他是不希望他是希望用这种所谓的这个和平演变的方式，颜色革命的方式，不希望在科索沃爆发一场新的这种地缘冲突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达了中方立场。中方支持塞尔维亚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我们反对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也希望能够将组建塞族城市联盟的义务落到实处。关于北约，我们希望北约能够切实尊重相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真正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的事情。